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发动机舱盖啊，占据了很大翼子板这个面积哈，基本就把侧面翼子板1/2的面积都给周开了哈。那这车里面呢，跟其他电车也不太一样哈，并没有把这些机械部分呢全给你罩上，给你的感觉更像是一台油车哈，尤其中间还有这么个玩意儿。那它把经常需要保养维护的部位呢，还是都给你留出来了哈。中间这个东西呢，我感觉更像是设计师跟消费者开的一个玩笑哈，整个感觉呢非常像一台油车，中间像一个发动机的罩，但实际上人写了个是 EV 哈，告诉你我不是油车。然后打开之后呢，里面是一个非常小的储物格，我感觉这起亚的设计师呢非常有喜感，非常幽默，感觉挺有意思的。打开之后呢，这里也可以放个零散的小东西啊，当个保险箱用啊。那打开之后呢，这个电车的主要一些机械部件你就可以看到了。由于这车是后驱呢，它的电机是在后面哈。这车呀，现在真是热。这媒体车呀，我打半年前就开始排队哈，最近才借到这台车呢，它是一个高功后驱版本。这几天使用下来呢，可以感觉到它是这些电车里面驾驶体验更接近油车的产品。首先在动力上呢，由于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属性和内燃机完全不一样哈，有着根本的区别。动力输出上肯定比同价位甚至高一个段位的油车输出的更猛一些哈，尤其是初段和中段加速体验呢，绝对要好过市场上这种过日子的油车哈。那如果跟友商竞品的电车相比呢，这车的加速性、加速感觉，我觉得更容易让人接受哈，更容易让人上手。即便你调到了运动模式，在静止的状态下，你一脚电门踩到底，它也不会有那种人脑分离的感觉哈。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的，时刻保持清醒的感觉。车辆在正常模式和运动模式下表现呢，还是有挺大区别的。你如果调到了运动模式以后呢，电门感觉会更加敏感一些哈，脚呢在电门上的每个动作都会比在正常模式下效果会放大一些，车辆的动力反应更快，反馈时间更短。同样的电门开度呢，在运动模式下动力释放的更加凶猛一些，同时为了渲染气氛，电机的声浪呢也更吵一些哈。好在不论是哪一个模式下，它所匹配的声音都不太大，没有到那种让人烦的感觉啊。这个车呢，在方向盘两边呢也有2个换挡拨片一样的东西哈，但大家知道这车它哪有档啊？那么当你拨动左面这个加的拨片的时候，它会增大动力回收装置给电池充电的力度，这样呢车辆也会有一个像换挡一样的顿挫感哈。那当你拨动右面这个减号拨片的时候呢，它会减小动力回收装置给电池充电的力度哈，这样呢车行驶起来更加平顺，就好像是更快一样。那用这2个拨片来调节动力回收装置对电池充电的力度，以达到让大家感觉到像有一个减速、加速、减档、加档的感觉哈。这个车这个半自动驾驶在高速巡航的时候，它还是要求你手不要离开方向盘。当你手离开方向盘的时候呢，它会提示让你把手放回去。跟车速度的控制呢，你是提高啊还是降低啊，还算合理哈。当车辆需要变道的时候，你点一下转向灯的开关，不用掰一句就点一下，抬头显示里呢会显示一个大大的箭头。这时候你手呢稍微给方向盘一点劲儿，车辆呢就会在安全的状况下自己完成变道。同时抬头显示上呢有个雷达状的一个扫描图哈。那当车辆啊已经并到目标道路的2线中间的时候，它会默认为这次并道完成。转向灯呢会自动熄灭，雷达扫描图呢就会消失了。那这车的电门呢，我在刚接到车的时候就有时候觉得抬起电门的时候呢，车辆滑行的是很顺畅的。那有时候抬起电门呢，就像友商竞品一样啊，抬起来呢就减速。当车辆行驶的路线前方没有车，或者当侦测到前方车辆行驶的速度呢大于这个车的时候，车辆就会很顺畅的滑行啊。当然，即便再顺畅呢，它也没有油车顺畅。那如果当车辆侦测到跟前方车辆车距很近的时候，或者前方车辆正在减速，或者前方车辆的速度呢小于你的车的时候，当你抬起电门之后就会减速。那至于当遇到前方有车，能否把车减速一直到静止呢？这个我没敢试哈。每次呢基本都是快停的时候我就踩刹车进行干预了。这车的抬头显示哈很给力，在这个抬头显示界应该是个头的。首先显示的信息呢非常丰富哈，基本上你仪表盘上主要显示的元素呢，它都会在抬头显示上进行显示。其次就是我们的视觉感觉很棒哈，元素虽然比较多，但一点都不乱，色彩搭配呢也比较好看哈。而且它还有一个所谓的 AR 的层次感，元素呢会有一些由远及近的感觉啊。
特别是在巡航跟车的时候，它会有个小白点，始终跟着前方的目标车辆啊，前方的车辆怎么移动，它就怎么移动，看着挺有意思啊。这车悬架呢，整体上还是以舒适为导向的，再加上这个车比较大的自重，开起来呢似乎有一种高级的舒适感，同时感觉到悬架抓车呢也有一种欧系的那种紧致感觉。过个起伏路面呢，它会有一定的起伏幅度，但绝对不会非常无度哈。那对于细小路况的过滤还是比较彻底的。当你压到一个小棱子，或者是路面上凸起的这种交通标志的时候，传递到车里的是一种柔软的感觉，处理的还是很舒服的。那总体来讲呢，这个车的悬架在高速行驶的时候，比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对路面的过滤呢更加彻底一些。基本过同样的路况呢，高速驶过的时候更舒服一些，相对的没有在低速的时候反馈的那么直接清晰。刹车踏板呢很紧致哈，没有晃亮，脚搭上呢车马上就有反应。好的刹车呢，对于自重比较大的电车还是至关重要的。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，低速比较轻，高速呢还是很稳的，这个大家不用担心。车内噪音的控制呢，由于没有内燃机呀，噪音源就减少了一大块了。车内模拟的电机声音呢也不大，这车好就好在它没有模拟发动机的声音，噪音控制呢也还算可以哈。那在高速上主要就是胎噪声啊，风噪声呢也还算可以。再加上这车两个前门的窗户啊，它这个玻璃用的是双层夹胶玻璃，对车内的噪音控制呢是有一定帮助的。这车空调也挺给力的，凉风是真凉。只是这个车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的开关啊，放的那个位置经常误操作，我时不时的就感觉到屁股底下有热气儿或者有凉风啊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这两天下雨，我突然发现呢，这车没有后窗雨刷。那作为一台两厢车或者跨界车哈，后窗雨刷这个应该给配上。那这里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次我充电的过程哈。是在下午的2、3点钟，在德州的达拉斯，当时车辆呢剩余电量是44%，剩余续航里程呢是104英里。我在充电站用500伏125安培50千瓦的充电器充了46分钟04秒，充进去了38.075千瓦时的电，共花费14.94美金。充之后呢，显示剩余电量为88%，续航里程为218英里。综上呢，就是这台2022款 EV6 的体验视频。这车从总体上来讲呢，外观非常拉风，内饰新颖，动态上感觉呢，在同价位的电车当中，属于驾驶感觉比较接近油车的，同时它的动态上又有一定的高级质感。这车最大的卖点，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外观。这车开这几天，大家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搭讪哈，这还不包括有多少人他只远观的。以前我去学校接孩子，都得我上赶着跟人老师打招呼。开这车去接孩子，好几个老师上赶着跟我聊，说我这个车非常酷啊。从这就足以看到这车的外形设计是多么的吸引眼球啊。其次呢，就是这车的车机系统，包括它的辅助驾驶系统，在现如今这些汽车产品中算比较好用的了。可能是它的这个功能性不算最齐全哈，但应该算是最容易上手的，至少不会让你上来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哈。只要你以前开油车开的习惯，上来绝对不会陌生。再一个呢，由于这车超长的轴距，它这个室内乘坐空间有着跨级别的一个空间感受哈。那如果说大家已经下决心了要买一台电车的话，如果预算在6万块钱左右，我觉得这个 EV6 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。以上视频谢谢大家。